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谈一谈这个胎盘早剥和胎盘前置。这两个病呢，都是咱们产科尤其是孕晚期，这个孕妇比较说非常重点必须要特别小心的两种并发症那么胎盘早剥和胎盘前置呢，大家首先从名字上来知道它两个都是和胎盘有关的，但是呢，这两个其实是有一定区别，而且这个两者之间的鉴别诊断呢，在咱们考试的范围里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两种疾病。那么首先我们看胎盘早剥胎盘早剥是什么情况那么顾名思义就是胎盘提前的从子宫上剥离出来了。我们正常情况下，胎盘应该什么时候剥离？应该是在第三产程就是这个胎儿娩出以后第三产程是胎盘和子宫的剥离这是正常的一个胎盘剥离过程。但是呢，如果是提前了一般发生在是孕晚期的时候，那么就叫做胎盘的早剥那么胎盘的早剥就会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说，因为胎盘是给胎儿供血母体和这个胎儿之间的血液交换，你这一剥离了，那肯定胎儿就会缺血缺氧，对吧？这就直接危害到这个胎儿的安全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就在于此。那么它呢有几个典型的特点一个是什么？腹痛，而且这种腹痛呢会比较持续、比较剧烈的腹痛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的。第二个呢，阴道出血。这个阴道出血呢，一般来讲它是暗红色。为什么是暗红色？因为它的出血很可能不是刚刚出来就能马上流出来大家看这个图这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胎儿是吧？这是脐带，然后这个是胎盘。那么这个胎盘如果从这个子宫体上已经剥离下来了你看中间有一个腔了，那么这就是已经剥离开了。剥离开以后呢，这里边肯定会有出血那么这个出血它会怎么样？它一开始可能不会直接出来经过阴道流出来，然后孕妇会发现它不会的。一开始如果这个地方还能够容纳这个血的话，它很有可能你看不出来有出血，它只是这块可能觉得肚子疼觉得紧张，这个子宫感觉这种软硬度不对了就是感觉偏硬，但是呢，它这个血还没有出来。那么直到什么呀？一点一点剥，一点一点剥，把这个缝完全剥离出来了，大家看这个鲜红色的血才能流出来当然，这个鲜红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很可能是暗红色了，是吧？它不是说出来马上就会体现到外边而是在这儿积聚了一段时间才流出来，所以它的血通常是暗红色。那么量呢也不一定很多但是这个流出来的血量不多，不是说里边的血不多有可能流出来的很少，但是里边是一个大血肿这是有可能的。我们再看这个子宫是什么样的，板样强直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体征了。同时有压痛因为它这块聚集了一个大血肿，所以它肯定又疼又硬胎儿会出现胎心的异常，因为它缺血缺氧了那么这个一般是见于什么孕晚期28到40周，当然大于等于20周呢就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对于无论是对于母亲还是对于胎儿都是很危险的。我们从这张图上看你看这块如果真的是胎盘比较这个靠近这个阴道这一块，那么它可能胎盘剥离以后呢，这个血很快就能出来。但是胎盘如果在这个位置附着，是吧？你看在这个子宫的底部附着的话，你这块即便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血肿，那么它可能在下边阴道这儿根本连血都没有这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它为什么这个出血量有的时候可能几乎是你看不出来的但是它其实里边已经形成一个大血肿了。那么对于胎盘早剥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第一个侧卧位一般是左侧卧位，这样可以改善胎盘的灌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左侧卧位以后呢，对于咱们就是说子宫呢，对于这个下腔静脉它的压迫会减少，那么下腔静脉回心的血量呢就会更充足当然这样它的全身的循环都会好一些。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给高流量的氧气为什么呢？因为胎儿会缺氧的你不管怎么样吧，先把氧气给它供足了你只要是吸上高流量的氧，那么胎儿即便是胎盘剥离了一部分，它的供氧也会更好一些。当然我们要建立大静脉通道，一般都会建立2条什么叫大静脉通道？比如说上下腔静脉，对吧？这都叫大静脉颈内静脉、股静脉，这都叫大静脉那么这种比较粗大的静脉它建立这种静脉通道呢，意义就是说你可以很快速的给它补液
补输血这些都可以。那么如果你这边子宫里边有很大量的血肿出着血，直接孕妇有可能导致低血压休克所以这就是建立大静脉通道的目的。那第4个呢，持续的胎心监护，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讲了，是吧？你胎儿缺血缺氧，你必须得有胎心监护你要准备什么紧急的剖腹产那么注意呢，这个阴道检查呢，在这个时候不是说绝对禁忌在手术前你都已经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可以由这个妇产科医生呢来进行专门的阴道检查，但是呢，不到必要的情况下是最好不要做就是说不是必要情况下就不做因为它有可能在你判断不清病情或者手术准备都没有达到这种满意的时候，你做阴道检查会加重它的情况好，我们看一下第2个情况胎盘前置。那什么是胎盘前置胎盘呢，一般来讲呢，我们说最理想的位置就像咱们这个图里边这张图一样它在这块，这就是最理想的一个胎盘位置。但是呢，如果说它有一部分，你看像这种情况，有一个边缘覆盖在哪儿？覆盖在这个宫颈内口或者是这个几乎是更多一点了就把这个宫颈块给堵住了，甚至胎盘直接把这个宫颈内口给封住了。那么这些情况都叫做胎盘前置，有的时候我们也叫做前置胎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会怎么样呢？其实咱们就拿这个最严重的这种情况来举例就是完全性的前置胎盘。那么它呢，大家知道这个胎儿是逐渐的在长大，是吗？你的子宫的形态也会逐渐的在撑得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随着这种子宫体的这种牵张越来越大，这种牵拉就会导致这个附着的部位，这个小血管就会破裂破裂以后就直接胎盘就撕裂出血。大家要知道，胎盘的出血一般来讲都会比较迅速因为它里边它就是一个血液交换的这么一个结构，是吧？它里边全是血管这是大家你要是相比较之下，你比如说咱们知道皮下组织你出血的话呢，你像比如说胳膊腿这种，它不会出血出得特别快但你要是头皮出血那就比较快，因为它血管很丰富，是吧？你如果是肌肉组织出血，相对来讲也会比较多，但是胎盘这个出血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级别了因为它这一块全是血管结构所以呢，一旦要是出血的话，它就会大量出血，而且很快。那么它的出血，这个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一出血马上流出来它不会说存在这里边，说等一会儿才出。那一旦是出血，肯定直接流到阴道里，然后出来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鲜红色的血，对吧？那么同时呢，这种出血它不会是引起子宫的那种牵张性的疼痛，所以这种出血一般不伴有很明显的疼痛那么子宫呢也相对柔软也没有像刚才咱们提到说早剥的那种，是吧？胎盘早剥引起的这种说子宫很硬或者有明显的这种压痛，对吧？它都没有因为它出血都直接出来了，它没有形成对子宫的一些牵张一些张力没有胎心呢通常在多数情况下也还算稳定那么如果是早孕的时期呢，有这种低位的胎盘比如说在孕早期就有一个很低位的胎盘，比如说是部分的这种前置胎盘。那么在随着这个孕周数越来越大以后呢，它有可能逐渐上移。大家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子宫会变大，变大以后连带着这个胎盘就整个往上移了，所以相当于在早期的这种前置胎盘，部分前置胎盘到了孕中期、孕晚期，它可能就已经上台它就不是前置胎盘了这个是有可能的。那么真正有症状呢，一般呢也都是在孕晚期28周以上，主要是影响什么母体主要是影响咱们这个孕妇的这种出血那么对于胎儿影响相对少当然在咱们这个就是说相对的它是和那个胎盘早剥来比较的。你当然很严重的情况下出血太多了，那当然母体和胎儿都会受影响对于胎盘前置我们怎么处理呢？一般来讲呢，如果是部分前置，而且孕周数还比较早的时候，完全就可以卧床休息观察那么但是如果是完全性的前置胎盘那这就得按照这个胎盘早剥来处理了，是吧？尤其是那种已经出血的孕晚期的，对吧？那你这种出血很大量，而且又是孕晚期，你这个完全性的前置，这个还是尽量的要积极处理否则的话影响这个
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安全啊。另外，我们特别要提出的这个红的这一部分，绝对禁止阴道检查啊，这也是在我们 NCLEX 题里经常考到的啊，就是一旦有前置胎盘，不管它是部分性还是完全性，我们一定要禁止阴道检查。为什么呢？我们从这结构上可以看到什么？你如果是这种前置胎盘，你就算是这种部分性的，你阴道检查的话，你这个手指伸进去，很有可能就碰到了这个胎盘啊。你尤其像这种那完全性前置，那更可能了，是吧？你这个手指伸进去，直接碰到胎盘，那么它就会加重它的出血，所以这个绝对禁止啊。如果我们怀疑这个孕妇存在前置胎盘的情况，那么就要禁止阴道检查。那么我们同时要什么监测出血量啊、生命体征啊，进行胎心监护，这都是一样的。那么剖腹产是吧？尤其是对于这种完全前置胎盘，剖腹产是首选的这种分娩方式。那么当你不确定它是不是胎盘前置的时候，那么就不要做阴道检查啊，这个是特别要提出的，也就是这红字的这一部分啊，这是高频出现的考试的一个知识点啊。只要是考虑前置胎盘，或者你不确定它是不是的时候啊，就不要做阴道检查。我们看一下它鉴别诊断的要点啊，就记最典型的部分哈。如果是有疼痛的，子宫还硬的，这是肯定就是胎盘早剥了。常见的描述就是什么孕32周是吧？一个孕晚期啊，一个孕妇又有腹痛，又有子宫的僵硬，又有胎心异常，说明什么？胎儿缺氧了，诊断胎盘早剥啊。那么如果是无痛的啊，同时呢是鲜红色的血啊，基本上就考虑胎盘前置。那么常见的题干是什么呀？孕30到36周一个孕妇哈，突然有这种鲜红的阴道出血，同时还没有腹痛啊，这就是考虑前置胎盘了。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NCLEX 的考核的重点哈。那么对比哈，第一个定义，什么叫早剥？提前从子宫壁的剥离叫早剥啊。那么什么叫前置？胎盘覆盖或者是靠近宫颈口啊，这叫做前置。出血的特点啊，早剥是暗红的，有可能量不大，甚至就看不见出血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胎盘前置一般是鲜红色的血，而且量比较多啊。那么胎盘早剥的出血一般有比较剧烈的腹痛，而且持续的啊，而前置胎盘呢一般是无痛性的出血。那么子宫呢，胎盘早剥是摸起来是什么呀？板样强直，有压痛，而胎盘前置呢是一个柔软的，没有压痛啊。胎心啊，胎盘早剥的时候，胎心非常容易出现啊这种缺氧啊，从而导致什么胎儿窘迫啊，就出现了胎心的这种监测异常啊，什么这个晚期减速这些哈。那么对于胎盘前置呢，通常就相对稳定啊。诱因呢，对于胎盘早剥来讲，高血压啊，尤其是什么妊高征啊，咱们之前提到过，妊高征会引起胎盘早剥啊，外伤啊、吸毒啊、吸烟啊，那么这些都是胎盘早剥啊，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诱因啊。那么对于胎盘前置呢，有这种剖腹产史啊、多胎啊、子宫手术史啊，这个啊，危险对象啊，胎盘早剥是母体和胎儿都受到生命的这种威胁啊，但是呢，前置胎盘呢主要是影响的母体。好，我们看几个题哈。第一个，一个孕32周的孕妇来到急诊啊，突然出现鲜红色阴道出血，无腹痛，直接想到什么？胎盘前置啊。当然胎心率140这个还行，子宫柔软这都没问题，都符合胎盘前置啊。首要措施是什么？第一个，阴道指诊，胎盘前置绝对禁止啊。第二个，排空膀胱，这个呢，咱们得看啊，其他有没有比这个更首要的啊？这个目前看没有那么急。第三个说立即通知医生并避免阴道检查，这个就很对了，是吧？你病人出现突发的一个鲜红色的阴道出血，肯定是个突然发生的新的情况，你马上要告知医生，同时避免阴道检查啊，因为他考虑前置胎盘，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第四个，给予镇痛药缓解不适，这肯定不行啊，这是容易耽误病情啊，你影响了这个直接的后续的一些紧急的措施你都没采取，直接给镇痛药缓解症状，但是它里边还在出血，这肯定不行啊，所以这个我们选 C。我们再看这道题哈，说一个孕30周的孕妇，既往有妊高症史啊，这就首先要考虑的什么？早剥了，对不对？然后呢，说出现持续性腹痛，还少量暗红色阴道出血，子宫还板样是吧？强直，胎心监护还晚期减速，这几乎就告诉你了啊，这都非常典型的这个胎盘早剥的情况表现，对吧？那么看哪个最准确哈？第一个，阴道指诊是评估它最重要的检查，这肯定不是啊。我们记得刚才提到过，
对于这种胎盘早剥呢，阴道指诊也并非是说必须要做，而且原则上来讲，你不是特别必要的话，你也不要做哈。第二个说，此情况为胎盘前置，避免阴道结，这不是哈。第三个说更符合胎盘早剥，阴道指诊不是首选措施，这是没问题的，对吧？第四个说阴道指诊可以帮助缓解症状，这肯定不对。这阴道指诊怎么可能缓解它这种症状呢？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也选 C 哈。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阴道指诊不作为护士的优先或者首选措施，对于这种胎盘早剥的病人啊。那么对于胎盘早剥，我们应该是什么处理啊？氧气、走错位是吧？开放静脉通道。另外呢，准备急诊的剖腹产啊。我们再看第三个题哈，说一个孕34周的孕妇啊，诊断是胎盘前置，这已经告诉大家诊断了是吧？胎盘前置，目前的少量的阴道出血，生命体征稳定啊，哪项医嘱护士应立即质疑？大家看啊，我们要选一个可能不太对的一个选项，对吧？要质疑的，第一个持续胎阴监护，这没问题啊；第二个建立静脉通路也没问题；第三个安排阴道指诊，这就不对了，对吧？你胎盘前置是绝对禁止的啊；第四个准备可能的剖宫产，这也没问题，所以这个要选 C。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哈。那么甭管是哪一种啊，你是胎盘早剥也好，胎盘前置也好啊，这个优先的护理措施都是什么？保证它的氧合和循环。所以你给氧、给左侧位、建立 IV， 这个无论这哪个其实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都是最优先的。如果你要是看到了诊断，或者是你怀疑是胎盘前置，那么绝对禁止阴道检查啊，阴道指诊。那么，如果病人是出现了什么有痛的这种阴道出血，而且呢，子宫摸起来是硬的，这就要考虑胎盘早剥啊。如果出现的是无痛的阴道出血，而且这个出血呢是鲜红的，这就要考虑胎盘前置啊。好，谢谢大家。这个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其实就是也是哈，妇产科里经常考的啊，大家需要鉴别的这种两个情况。那么希望呢，大家以后呢就在这方面呢，不会再出现一些错误了啊！感谢各位的观看啊，欢迎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次再见。